不能因为他泼辣爽直、大大咧咧，陛下就以为他不会往心里去，不曾痛彻心扉。我知道，他暗里流的泪，只有比我更深。以后的日子里，陛下要与月妹妹好好的，就如那么还在乡野时那般亲密，就如我不曾来过。这是宣皇后临终前的一段话。本以为宣皇后临终前会求皇上帮她办几件事，可宣皇后除了感恩皇上对她的恩情，就是要求皇上以后一定要对岳皇后更加的好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临终前宣皇后为什么那么多次的提到岳皇后？岳皇后和皇上的感情本来就很好，哪怕她不说，他们的感情也会很好。细细发现后才发现，这是宣皇后心里的一个疙瘩。如果岳皇后和皇上的感情越来越好，她心里的疙瘩才会得以解开。宣皇后心里的疙瘩是什么？宣皇后一直都为自己插足了皇上和岳皇后的感情而深感愧疚。岳皇后和皇上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，可她却半路插进来，抢了岳皇后的正妻之位。同为女人，特别是像宣皇后这样善良的女人，她知道岳皇后一定在背后流了很多的眼泪。自己心爱的男人硬生生被另一个女人抢了过去，没有几个女人能忍下这口气。可为了大局，岳皇后从来没有抱怨过，更没有在背后使过阴招。不是岳皇后不会，而是她不愿。宣家和岳家代表着朝中的两大阵营，只要后宫稍有风吹草动，就会牵扯到朝政，最后为难的不是皇上吗？岳皇后爱极了皇上，她怎么可能会做出让皇上忧心的事？为了让别人相信他们二人没有任何嫌隙，岳皇后甚至把她的所有孩子都交给宣皇后抚养。而这10几年来，他们壁垒分明，没有任何的矛盾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宣皇后和岳皇后虽然不经常见面，却对彼此深信不疑。宣皇后对岳皇后说：“阿恒，东海王19岁那年遇刺，我从未疑心过你。”岳皇后说：“我知道，当年西宁悼亡夭折，我也从未疑心过你。我知道你的为人，所以才不会有心人撺掇，将孩儿们交到你手上。”宣皇后曾经说过，她做不成岳皇后，岳皇后也做不成她。他们二人性情迥异，立场相反，却都暗自欣赏对方，并且几十年不曾猜忌，这在后宫之中真的很难得。而宣皇后之所以能在后宫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十年，和岳皇后有很大的关系。宣皇后温柔贤惠，不会骂人，不会吵架，可岳皇后霸气泼辣，只要有人在中间挑拨离间，就会被她骂得狗血淋头，再也不敢造次。很多宣皇后搞不定的场面都是岳皇后出面搞定的，比如霍冲忌日那次，汝阳王妃来找少商麻烦，就是岳妃出面把她骂回去的。还有少商定亲的时候，岳皇后骂的那才叫一个爽快。如果换作是宣皇后，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的。所以宣皇后才会希望皇上对岳皇后好点再好点，这样她的内疚才会少一点。其实这并不是宣皇后的错，她也只是一个受害者。当年为了平衡朝中势力，不能让朝中臣子一家独大，所以宣皇后只能嫁给了皇上。只是她很幸运，文帝仁厚温柔，对她极好极好。虽然这不是情爱，虽然宣皇后也为此怨恨过，伤心过，甚至在永乐宫的这几年时间里，也没有从这遗憾中走出来。可是她对皇上和岳皇后是发自内心的感激。不得不说，其实最幸运的应该是文帝，今生能娶到2个如此通情达理的妻子，他的后宫才会一直安安稳稳，给他省去很多的麻烦。可却苦了这2位女子，今生她们为了他流过太多的眼泪。宣皇后临终前握着岳皇后的手说：“若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，若你我只是寻常相识的小姐妹，那该多好。”是呀，如果她们只是寻常相识的小姐妹，她们一定会成为很好很好的朋友。